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7岁赵丽颖再创巅峰，张艺谋的话引发热议，冯绍峰也感到意外。从农村姑娘到实力派演员，赵丽颖用20年坚韧打破质疑，没科班背景就拼命学演技，小配角也当主角演，拒绝标签化转型造成者里骑摩托扯喇叭的基层干部，让央视力挺的表演再次证明他的人生剧本从来自己写。有人打趣说，他85年出生的花里最先被淘汰了。有人说他离婚之后很难再登上巅峰，也有人觉得他撑不起正剧的重量。可他的新剧《造成者》已被央视频推荐转发，之前那些质疑他的人都闭嘴了。这个来自河北农村的姑娘，究竟是靠什么一遍又一遍地突破自己的天花板呢？1987年秋天，赵丽颖在河北廊坊的一个普通家庭里咕咕坠地。没有城市的繁华与细致，却拥有田野间风雨洗礼的锻炼。这些藏在平凡生活中的坚韧，静静地成了她后来闯荡演艺圈的底牌。小时候的赵丽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守在电视机前看别人演戏，屏幕上那些演员们展现的各种人生，悄悄在她心里播下了想当演员的种子。可是在现实一碰到，这份梦想就显得特别脆弱。家里既没有影视圈的关系，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帮他去追那份天方夜谭的梦想，他只好将这份喜欢藏在心底，默默地在心里演绎着自己的演员梦。长大之后，他成功被廊坊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的空乘专业录取。原本觉得做空姐也挺好的，可等到毕业时，家里的经济紧张又挡住了他飞上天空的梦想。报考空姐可得花不少钱，他咬紧牙关，转身又去做销售员了。每天跟客户打交道，老是做那些琐碎的事情，他心里觉得那种说不出的闷劲儿。一直到2006年夏天，一场比赛的到来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。那回，雅虎、浙江卫视还有华谊兄弟一块儿搞了个雅虎搜星比赛。赵丽颖一看到这个消息，差点没犹豫，就想立刻去报名参加。一想到自己没经过正规训练，又没啥耀眼的背景，他又开始犹豫不决了。他最终还是凭着那股试试看的心思，鼓起勇气走上了舞台。从预赛到决赛，他逐渐试探着展示自己，用最真实的心情面对每次考验。没想到吧，这个19岁的小姑娘竟然被老天看中，居然拿下了冯小刚组的冠军。这个冠军就像是她打开演艺圈大门的钥匙似的，也让那位从农村闯出来的姑娘终于离她小时候的梦想更近了一点。可是在刚开始出道的那几年，她的演艺道路走得并不算太顺。那些年，她拍过的剧组、试过的镜头多得数不清。没有科班出身的光环，也没有流量带来的好运，赵丽颖大部分时间拿到的角色，基本上就是镜头挪不开、台词也不多的小配角。偏偏她特别珍惜这些镜头，每个眼神都反复揣摩，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能留在观众心里的瞬间。没人找戏的时候，就翻老剧学习演技，拿到小配角的角色也会全力以赴，投入到角色里头。即使戏份不多，他也会把自己当成主角一样全情投入演出。他一直觉得，只要坚持演，总有一天会被发现。这种从小就根植于骨血里的韧性，让他一直咬紧牙关，坚持不懈。一直到《陆贞传奇》这个剧一露脸，他的演艺道路才彻底有了转变。原来，到了20岁那一年，他曾在于正的剧里演过个丫鬟的角色。那会儿，于正就被这位长得漂亮的小姑娘给迷住了，甚至还想着把她牵过来。但赵丽颖却拒绝了。我跟我的经纪人联系了好些年了，
签了约的事儿就这样搁着没说。不过于正一直盯着这个女孩子看，见她从跑龙套一路成长到晴儿，直到《陆贞传奇》筹备拍摄，于正一下就想到了赵丽颖。我们俩认识这许多年了，看到她现在的模样，真像陆贞本人似的。她和陆贞都没有天生顺风顺水的道路，但靠着那股不服输的精神，在没人看好的情况下，默默地扎下了根。这类角色和演员的默契配合，确实让陆贞这个人物变得更加鲜活丰满。果不其然，剧一上线，收视率便冲得火热，还被不少海外国家拿去播出，反响挺不错的。商家和观众都发现了他的潜能，直到他逐渐迎来自己人生中一个又一个的主角位置。在《花千骨》里，他扮演的花千骨，从一个天真可爱的蜀山弟子，慢慢变成了为了爱情而变得黑暗的妖神。那种碎裂的感觉和猛烈的爆发力，让他成功的从小有名气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在《楚乔传》中，她是从奴仆身份的女孩成长为带燕北一代子孙回家的那位将军楚乔。一句我要带你们回家，让她成为了热血女主的象征。在事业渐入佳境的时候，她的感情生活也悄悄开启。《西游记女儿国》这部电影一上映，她和冯绍峰就被推到了同一个话题中央。可是这段感情刚开始，没怎么得到大家的祝愿。冯绍峰的情感经历可以说是五彩斑斓，很多人都在为赵丽颖喊冤。直到《知否》的播出，剧里那个总惦记着明兰的顾二叔，让大家对他的印象有了很大改变。再怎么说角色再出彩，也只是虚幻的存在，现实里两个人终究没能像明兰和顾二叔那样携手到老。这段婚姻也不过2年多就走到分手这步了。离婚以后，赵丽颖像是醒悟了似的，逐渐开始尝试一些更复杂的人设角色。在《风吹半夏》里，许半夏从一开始收废钢起家，慢慢拼搏成长，最终成了个大老板。在那个男人当道的商业圈里，他也敢喝酒谈判，气场全开。在《幸福到万家》里面，何幸福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，经历了不少坎坷，最终迎来了幸福的生活。从打扫卫生的岗位到民宿的掌管者，她一直保持着那份不骄不躁的心态。紧接着，在第20条中，张艺谋导演更是对她赞不绝口。我真实挺喜欢她的演出，特别满意。赵丽颖不是那种会投其所好导演的演员，经常在剧组里保持沉默。张艺谋还在采访中提到，他跟任何人都不搭话，和我也一点不打算说话。一开始张艺谋还以为他性子就是这样沉默少言的，之后才发现他其实是在完全投入聋哑人这个角色的世界里。这么全情投入到角色里，张艺谋都觉得挺厉害的，印象特别深。那会儿可能还有人觉得张艺谋的赞美纯属客套话，要是造成者的预告一上线，之前那些疑虑全都没影了，大家都信服了。最近央视频推出的造成者预告里，赵丽颖的演绎让人眼睛一亮，感受到不少新鲜感。赵丽颖扮演的基层干部李秋平，完全颠覆了以往的样子，留着齐耳短发，骑着那辆老式摩托车，手拿大喇叭在乡间小路上穿梭往来。为了争取项目，他和黄晓明在领导面前挤眉弄眼，装出一副可怜样，把那严肃的官场戏演成了小品，搞得让人忍不住笑出声。可是这轻松表演的背后，藏着一个真正扎根基层、怀揣梦想的人民公仆的形象。这部剧的题材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偶像剧或者历史跨度剧，它的视线主要放在造成这个主题上，展现了一个城市的发展崛起，以及一个时代的变迁变动。这个角色无疑让赵丽颖再次在演艺道路上实现了飞跃。冯绍峰估计也没想到，曾经的枕边人离开他之后会走得这么快这么远。
如今的赵丽颖早已不再是那个只靠人设吸粉的演员，而变成了能够担当正剧、驾驭各种复杂角色的实力派演员。当年张艺谋那句非常满意，现在看看哪里还能算得上是客套吗？毫无疑问，是对她作为演员的真正认可。结语：赵丽颖的突破从来都不是在离婚之后突然间的豁然开朗。其实这一路走来，从农村的小姑娘变成顶级演员，20多年的那份坚韧一直都在心里埋藏着，到了关键时刻终于彻底爆发出来了。如今37岁的她，还在不断挑战别人对她的刻板印象。她那股坚持不懈的劲头，也许才是她真正的极限所在。